看到了，它后排的路，哦，拍到了，看到了吗？诶，改成眼障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HYK。小米预期试驾长视频终于来了。本期视频我们会从智能座舱、人车家全生态、底盘操控、辅助驾驶以及答疑解惑这5个部分，带大家全方位了解小米 Y17这辆车。本期视频会有那么一点点长啊，大家伙可以根据进度条选择感兴趣的部分。所以废话不多说，大家点赞上车，我们正式开始。那在说智能座舱之前呢，想和大家先补充一些上次预期静态体验时没能聊到的一些细节。首先呢，是预期电动前备箱的开关方式。我们除了通过主驾侧翼子板实体按键、车机中控、车内小爱同学、小米汽车 App 以及实体钥匙这5种方式开关前备箱之外呢，还可以通过 UWB 车钥匙以及车外小爱同学来开启前备箱。第一种方式呢，需要我们带着支持 UWB 车钥匙的设备来靠近车辆。那预期呢，就会通过灯光闪烁3下，以及伴随着对应3下声音提示，3下之后就会自动打开前备箱啊，包括后备箱也是同样如此。那如果呢你在车辆提示音之前远离了车辆，这样预期就不会再去执行开启操作了。那第二种方式呢，是通过车外来唤醒小爱同学。小爱同学，我在。打开前备箱。前备箱开了，注意安全。小爱同学，哎，关闭前备箱。前备箱关了，注意安全。打开尾箱。后备箱开了，注意安全。小爱同学，在。关闭后尾箱。后备箱关了，注意安全。这个功能呢，支持声纹和数字钥匙双重验证。我们可以在车机里录入声纹，录制完成后呢，小爱同学就可以识别到你的身份，这样也能避免车外路人误唤醒的情况。那紧接着呢，到车厢部分内饰相比于上次静态体验到的试装车整体变化不大。全车呢大面积采用了皮质包裹，细节上采用了金属点缀，搭配前挡风玻璃上的一长条天气屏。那整个车厢营造出来了非常强的豪华科技感。那不同的是呢，我们这辆试驾车的仪表台选装了碳纤维材质，实际摸起来呢会有种立体编织的层次感，并且4个车门和尾箱的物理应急开关都做成了红色样式，更加直观清晰。前排双80瓦无线充电，前排空调出风口采用了隐藏式设计，在车机里呢可以设置直吹，也可以两侧闭人吹。前排可选装双零重力座椅，也支持通风、加热和按摩。那相比之下呢，预期的后排就仅支持加热了。不过好在靠背角度电动可调，坐垫软弹有支撑，长时间乘坐的舒适性有保证。那并且呢，预期后排空间也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现场呢，我也让同行的176小伙伴出镜比划了一下，坐垫长度是足够的，大腿部位呢有足够的支撑。前排在设置成小伙伴标准驾驶位的情况下，腿部空间还有2拳多一点。后排靠背角度在默认状态时呢，小伙伴的头部距离天幕还有1拳多一点的距离。如果放到最躺的135度靠背角度，小伙伴头部距离后排车顶就只剩下几指了。后排出风口配备了一块磁吸可取出的小屏幕，可以控制空调、座椅、多媒体、导航、冰箱以及可变天幕等功能。并且呢，在后排中央扶手还专门预留了一个槽位来放置这块小屏幕，这点好评。并且预期 Max 还标配了 EC 可变天幕，从最暗到最透的变化过程呢，需要3分钟左右变化前后的效果，大家伙可以感受一下。那在尾箱空间方面呢，预期的表现就相对一般。在放了2个20寸登机箱和2个摄影包之后，剩余的空间就有些局促了。好在预期尾箱底部还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下沉式储物空间，装下一个比较大的背包没什么压力。而且我们还意外发现当把2排放倒，头枕反过来装时，就可以在露营场景把它当做一个枕头来用。那最后呢，我们把目光放回这次智能座舱的重头戏，就是小米澎湃智能座舱以及 HyperVision 天际屏。车机方面，从屏幕右侧滑动可以快速切换车模界面和卡片界面。拖动卡片边缘可以快速切换卡片大小，新增车机双5G 网络，可以根据信号自动切换运营商，新增5音区语音交互，新增车外小爱语音，支持声纹及数字钥匙双重验证，
新增小米超级人物，类似于理想的任务大师，可以设置的触发条件很丰富，可塑性很高，并且还支持通过分享码与车友分享。后面人车家部分会给大家展示一些有趣的场景。超级小爱再升级，识别前方车辆信息更加迅速、更加准确，并且还支持圈选追问。内置车内 ETC， 新增晕车舒缓模式，通过调节动力和悬架性能来减少起步抬头、刹车点头以及过弯侧倾这3个场景。新增宠物模式搭配车内的 4K 云台相机，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查看车内宠物状态，支持更多应用并在桌面，比如 Apple Music。紧接着呢，就是预期上首发量产的 HyperVision 天际屏。车机预设有3套组合推荐，提供有仪表、媒体、时钟、地图以及实用5类卡片信息，自由组合搭配。实际肉眼看到的显示效果非常细腻，但在部分白天场景下呢，还是能够明显看出这是由3块屏幕拼接而成的。那晚上基本不会有这个问题。功能性方面呢，我们可以将补盲画面设置到天际屏主驾侧，也可以设置到天际屏左右两端，甚至也可以在车机中控屏上显示，并且呢，在辅助驾驶以及自动泊车场景下，天际屏也会显示对应的画面。切换驾驶模式的时候呢，天际屏还能与中控屏进行联动。当我们快速打方向的时候呢，天际屏里的卡通形象也会跟着左右摆动来进行交互，有实用的功能属性，也能带来一定的情绪价值。至于显示效果嘛，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线下实际感受一下，相信不是让大家失望的。说完智能座舱，接下来第2部分，我想和大家重点来聊聊这一次小米预期在人车家全生态方面又有哪些新配件以及新玩法。干货很多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外观方面针对喜欢户外露营以及骑行的朋友，小米预期车顶可拓展横杆行李架，支持通用梯形扩展槽，可以拓展行李箱、自行车架，并且再往后小米预期车顶还预留了一个供电接口，自带12伏144瓦的供电，方便给外接设备来供电。相比外观方面，这一次小米预期在车内的配件玩法就更丰富了。除了我们在苏七上就非常熟悉的中控屏4边可扩展的玩法，小米预期这一次也针对苏七上一些大家吐槽比较多的地方进行了升级，比如前排两侧1/4标准螺纹接口，小米预期上呢支持了最高27瓦的供电，现场的试驾车呢都配备了一个车载无线充手机支架，直接把手机放在上面就能充电，不需要像苏七那会儿还得从底部中控屏这个 C 口拉一根线才能充电，并且呢，在苏七那会儿呢，小米就在后视镜底部预留了螺纹和供电接口。那随着预期的发布呢，小米也带来了2款全新的车载配件，一个是后视镜 4K 云台摄像头，采用了双云台设计，可以在车机或者米家 App 实时查看，或者是录像回看。另一个呢是后视镜 AI 空间交互传感器。那不过呢，这个在试驾现场呢没有实物展示。那大致的玩法呢，就是通过识别你的手势来完成切割地图全览、拍照等快捷指令。那预设呢有6种手势操作，支持自定义功能。说完了预期相比于苏七的改进，接下来聊聊预期这次在生态配件的创新。一个关键词可以概括，就是磁吸。首先呢，中控屏后方有预留一个磁吸位，这里可以放置小米官方出的磁吸纸巾盒，开车时看不到，非常的美观实用，这个我特别喜欢。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磁吸墨镜盒，可以磁吸在中控台底部 C 口位置，也可以呢磁吸在这个顶棚阅读灯的位置，并且呢，小米这次也推出了一款磁吸蓝牙按键，造型和纽扣差不多，有一定厚度，支持单击或者双击来直达自定义功能。预期全车一共配备了8处磁吸点位。那除了前面提到的副驾座椅侧还有2个磁吸点位，以及后排出风口和2侧壁柱的位置。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自定义来完成类似于老板键之类的操作。前排的配件聊完我们接下来说说后排这一部分呢，其实是我之前静态体验时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超出我预期的。首先是后排的车载屏幕我们这次也特意带了最新的小米平板 7S Pro， 后续呢你搭载车载套装就可以将平板磁吸在前排的座椅上。这一代小米平板 7S Pro 在连接上预期后呢，就会自动进入车载模式，可以调节空调、座椅、控制多媒体、查看导航、播放视频，以及控制冰箱、可变天幕等等功能。除了视频功能外其他功能和后排这个出风口的屏幕基本一致。最后，也就是这次预期生态玩法最大的惊喜，后排顶棚可扩展滑轨套装，可以增加供电模块，支持100瓦双 C 口供电。那可以在户外场景给通移供电，
除此之外，还可以增加车顶法轨灯，可以在车机上控制色温和亮度，并且还能与后备箱或者后排预路灯进行联动。静态部分的体验和玩法基本都分享完了。那底盘操控这方面，我们小伙伴在试驾完预期后给到的评价是又快又稳又安静。先说快这个词啊，我们当时拿到的试驾车呢是顶配高性能4驱 Max 版，配的呢是21寸刀锋运动轮毂和米其林的静音台。再往上，其实小米还提供了一个21寸锻造轮毂搭配米其林 PSEV 运动台的配置。所以理论上，我们那辆试驾车还不是预期最运动的轮胎配置，但实际开起来，即便是放到舒适模式下，动力那也是随叫随到。除此之外，对于 SUV 来说啊，配备空气悬挂不仅能带来更好的行驶舒适性，也能更好的适应各种路况。高速下能够降低悬挂来增加行驶稳定性，烂路能够提高悬挂来确保车辆通过性。这一部分呢，我们拿小米14来给大家直观演示一下悬挂调节前后的对比。当悬挂升到最高的时候，前轮和轮眉的高度基本呢快能塞下一台手机了。底盘距离地面呢正好是一个手机加一拳的距离。当悬挂降到最低的时候，前轮和轮眉的高度基本上和手机镜头的呆口一致。那底盘距离地面则是一个手机加一指的距离，并且小米1驱还全系标配了可变阻尼减震器。实际感受下来，在舒适模式下的悬挂呢会有一定的漂浮感。通过起伏路面呢会更柔和，快速变道的话呢会有明显的侧倾姿态。但如果切换到运动加模式，那整体的悬挂制动会更有力，路面的反馈呢会更加清晰。通过一些起伏路面也会立马的稳住车身，快速变道时悬挂支撑更平稳，那几乎平移的感觉，给到驾驶者的信心更足。最后呢是静谧性方面啊。小米预期全系4个车窗均采用双层夹胶玻璃，甚至包括后排两侧的三角窗也同样如此，并且在 Max 车型上呢还会额外包含一套 Max 静音包，大家可以理解为升级了更好的隔音材料。对此呢，我们在高速60公里和120公里2个车速下开关车窗，给大家直观感受一下座舱 NVH 的表现。咱们现在的时速是50公里每小时，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在这个静谧性，这是所有车窗关在一起的。我们现在把主驾车窗降下来，可以这时候来对比一下前后的噪音区别。我们现在车速已经上到了60、65、66，我们现在把车窗关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前后的隔绝性，就是这个 NVH 的表现。现在 NVH 表现是这样的，我们把车窗降下来。OK， 现在这个就是打开车窗外界的声音，然后我们再关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目前的状态。对于一台看起来很运动的 SUV 来说，小米预期的 NVH 表现其实是比我预期更好的。辅助驾驶方面，小米预期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出厂搭载的就是全新1000万 Clips 版本端到端辅助驾驶。等后续提交后呢，我们也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在深圳给大家带来辅助驾驶的相关内容，大家伙可以先点个关注哈。另外，在试驾当天，我们在北京望京附近也规划了一条近10公里的测试路线，有惊喜有遗憾，全程一镜到底33分钟，我们立刻发车。端到端辅助驾驶已开启。开始，一镜到底。屏幕没有，我只点它不再启动。非常果断的照路，可以看到它的转弯半点是控制比较好的。16点。屏幕画面都保住了吧？对，屏幕没问题，画面没问题。需要一个相机。你熟悉那会儿，好，整个的执行果断。
不要逃！救一下。视野真好。嘿，我说说我的主驾视野真好。其实从我那个视角能看到那3块 Have Vision 的那个中间是能看出它的，哎呦，这个这里找击杀，可能是有点左边比较挨得比较近，能看到那个 Hyper Vision 3个投影机中间有那个隔断，因为它通过3块投影机来实现的。但其实不一样，它因为它是全黑的，其实就没那么明显。对，到时候你可以试一下。但是亮度很高，真的从那个视角看，真的像一块屏幕。它其实解决就原本常规上 HUD 就是它投在远处嘛，对，远处有种我一直会觉得有种场景就是那个投影到别人的车尾后面，其实你看的那个重影可视性就不高了。我一直觉得 HUD 可能没事，我看很难受。但其实它确实有个高区，就是我可以一直点盯着前方就好了，不需要说前方跟仪表盘来回去切换那个视线。现实为了摄影下的车基本上都是集成在中控上空。哦，咱们这个其实是选装了碳纤维饰板，这个碳纤维居然是个摸起来有那种层次感。它不是那种，它不是那种纯光面平的，它是一个像那种编织的感觉。后排空间怎么样？说呢，像中规中矩的 SUV， 但是比舒淇那会好很多。舒淇也不小，其实。这车现在的回头率挺高的吧？这种危险发言啊，低调。海报。起步的策略也明显，但它找路的人确实还是有点比较乱。它一起步来一下，应该就直接走中间，不应该走到左边再变回来。前方红绿灯，刹车处理的怎么样？还可以，有前行。它现在那个什么，辅助驾驶的刹车直接通过电机来进行绑定的。舒淇那会儿的辅助驾驶是通过去调节刹车力度来实现那个自动的那个刹停。现在这一代Y67是通过去跟电机的扭矩绑定，所以它刹车会做得更缓慢。包括现在这个建模的精细度也是确实做的算比较好的。今天车流量还是不多的。在望京其实上不算少，走到中途再出一会儿。对，周末这里前方车有个靠边停，那旁边还有大巴车，其实很多车流量。你看到四秒有很多车。他其实想往左走，但是其实后面车也没跟上。它这个副驾驶是不会倒车，他现在应该按理上应该是一个往左。它右转。
因为这边的司机随便停。这段属于有点不太理人，对，不太够。你看这个它的节奏，它的变化其实也比较不太果断。这里还有，别说，不要评价。这里是一个右转，前方也是个行人的绿灯，所以说应该是有人横穿的可能性。绿灯，是左转。好的，它会通过灯的声音来提升你手握发挥。它会使带左转车道吗？应该会的，它是会跟着前车驶过去的。这个手机可以放门板，有点反光。我这个相机里面拍出来的会有这个问题，我这个主驾看过去其实有这个问题，但是比我当时拍静态的时候好很多，没有影响那么大。你说不影响其实影响，但是没有说那么影响而已。这一段路开的会比较快一点，像我现在这个， 60。它真的很安静哦。对，就精密性做的确实。前方是一个过完红绿灯，然后再往左走。起步是比较果断的，相比黄川，它也会起步得更快。我发现这个辅助驾驶版本很喜欢走右边。前方是一个过完这个红绿灯再左转。但他实际上跑偏了，哥们儿，啊，这是灯道的辅助驾驶已退出。这是红灯场景，不应该。OK， 接管一次。这里接管的原因是因为这目前这个左转是红灯，但它
刚才完全没有刹停的意识，所以往前走。OK， 这里继续出发。端到端辅助驾驶已开启。他真的很喜欢走右边。这首先开到北京附近转不回头率。然后这是个左边同时有车在行走的，而且这里其实是个视野盲区，前面有个车挡住了左边的视野。OK， 前方车辆驶离，看他们标线。尝试变道上，前面车稍微让一点，这里是一个特别车辆，太有回头率了，这车现在。应该向左去，向左是应该的。包括像这条路，它已经变成是那种公交车道，都已经标好了，就是应该都是这一版是优化的。会是这个颜色。之前那版是我们熟悉它那时候太早了，那时候很多版本都还没有做好的。舒淇是没有激光雷达是吗？有 Max 跟 Pro 是有的，标准版是没有的。OK， 这边看车辆躲起来了。想了一下，它也是。端到端辅助驾驶已退出。接管第二次，它有一个端到端辅向右的助驾驶危险操作。它现在目前这版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很喜欢往右走，即便是前方没有任何车辆的时候，它都会喜欢向右靠的行驶。这个版是需要优化的。说总结就是它在找路方面还是目前的版还是比较欠缺的。小爱同学，我在，打开座椅通风和按摩。都搞定了。OK， 起步这有一个向右微微变道，对，可以。前方是个掉头路口，
真的，就目前开的这个车的静谧性啊，行驶的舱内的那种 NVH 做的真的不错，毕竟它用的还是21寸容。掉头，前方对前面车也是掉头的，这个车应该倒着，目前应该发现不了掉头，等一波。现在整个 SR 界面对于不同车辆的识别也是做区分的，比如说这种大车会有专门的界面，小车就是小车同一个界面，包括 SUV 啊、轿车啊都不一样。刚接完2次是吧？前方车辆之后，你现在是掉头。哦，这个掉头有点难度，是因为对向的车辆也在同时的出发的。OK， 开始走一把，没问题。前方有马上一个向右变道，对。比较多的电瓶车通车，前面这段是有行人，礼让。大家回头率还是相当高的。我带了平板，但没有那个扩展套件。那扩展套件应该等车上市后才会开卖。不一样的，它的支架会更薄一点，因为整个平板的尺寸也不一样。他会重新开模那个套件，然后他说这一版那个套件会更贴近那个屏幕一点，角度也能调得更多。应该等下在阿拉亚那边应该会有展车放那个平板，到时候拍一下空镜就好了。我通过不到1个小时。前高是的时候是不是？到时候找条路。小爱同学，在。HUD 调低一点。好，调低了1档。小爱同学。在 HUD 调低2档。好，调低了2档。这又是刚才一个场景啊，这是要实物带左转车道，这次OK， 它寻到绿灯了，现在等前方车辆驶离。相同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要左转，但是有时候带表车道 ，OK。它虽然没有做什么，没有做到带行那条线路，但是它其实是有个功能的，方便绿灯起步。这回头率还是相当高的。
但说到北京人应该看这车看的挺多，到处跑。哎，前面有个路左经过。是个右转。前方需要一个掉头。红绿灯要注意掉头。这个对他来说掉头有点难度，比较窄，标准的一个3车位，基本就打死他那个最大转弯半径。哎，4车位，4车道。刷上一些要上4个车道。对，4车道是可以，没什么问题。我刚以为3车道。可以通过车顶摄像头来看这个车画面，然后可以录 vlog。它这个加装，对，都属于是配置。这个车道用是不是也提成了新车的行车记录？对。掉头想要对向这个来车，掉头我也能。其实有点越到第4条车道，他没有打特别极限。正常人开的话，打极限的话，应该就是从掉头那个路口到中间的车道，就直接3车道就完成掉头了。前方还是突然有车横穿过来。刚刚那个场景是他自己杀的，对，现在没有接管，除了前面2次。那我们开的话，我肯定被自己杀掉。我不相信他。还有最后6.7公里，前面有一个违停，需要一个避让开分。对，它其实已经有这个避让的操作。没有说，其实整一趟下来没有说那种很急的那种，比如说急刹车会往前，刹车控制还是挺舒缓的。哎，这里有行人。但是设计本身来说，对，我本身不太敢用那种功能，所以必须很紧张。如果是我开的话，肯定会自己接的。现在看人多起来了，这个到时候现在已经快10点多了。OK， 他行人礼让完后开起步。对，他要走最右边车道，然后我们前方是一个直行，这问题不大。车速控制还是特别快的，这城区基本都顶着60来开。前方有违停车辆，需要向左进行避让。
比之前有进步，气是吧？对比舒淇有进步。是不是会？现在是左耳优的芯片，左耳优的芯片加骁龙8正3的车机芯片，然后全系是标配的激光雷达。它隔热真的不错，也是说对，还有隔热，我说它其实顶上是烫的，但是车内气压温度不高，外面其实现在可以看到已经今天它烫是摸今天北京已经32度分，挺热的。你手不要贴着，都感受不到它烫。而且上面挺暗的，对呀。它全车都镀银多，隔热做的，对它隔热防晒嘛，它是吧？毕竟它是拿出来宣传的。其实这点挺打动很多女性用户的。不用贴膜，是你贴膜的钱。我贴了4000。小爱同学，我在，前方什么车？正在识别中。被你识别到，这可能是林肯旗下的冒险家，售价23.58。你选择的这辆车可能是红旗 EQM5，售价16。你选择的这辆车可能是现代旗下的昂希诺，售价12.99到15。暂未识别出这辆车。退下。现在识别的反应力也变好，快了很多。上左转，也有一个左转带行车灯。这一脚给的稍微不是很舒服了。他应该是确实，我应该能确定他确实没有做这个带转车道，他现在没有往前走，而且他也没有画线。这也，但他算法是有的，他刚刚地板中间是不是有个高台？它也没有完全画出来。他没有画带转车道。现在就是停在那，没停在那。他只是左转那个一直发出后，他识别到红灯，他就马上停了。今年这把还是没做完。哎呦，请控制车辆，辅助驾驶已退出。这个，让我高刹车。端辅助驾驶已开启。3次接管。前方直走。等下前方是直接上高速了是吧？好，那前方咱们高速路口前就直接停下来。
OK， 前方马上上高速，我们这里就辅助驾驶告一段落。结果前面这辆试驾车没有上牌，现在没什么提问。端到端辅助驾驶。小王暂停机位吧。最后就是问答环节，预期收纳空间有没有亮点？主驾左侧有一个小的储物盒，副驾密码手套箱可以通过车机或者小爱同学语音打开，还能设置密码。前排两侧车门底部有雨伞收纳位，前后4个车门拉手位置可以放手机。中央扶手箱即便在做了冰箱的情况下，深度依旧可以放下一台小米14。右后座椅底部一个储物盒，并且在尾箱的左侧还有一个小的储物盒。预期隔热防晒效果如何？全车防晒玻璃，甚至 Max 版还标配了智能调光的天幕，在最暗的档位下，遮阳效果非常出色。前备箱有做防夹吗？小心夹手。有没有辅助驾驶小蓝灯？目前车机里呢还没有找到相关的设置选项，可以留意一下后续 OTA 的更新。预期的充电表现啊，根据官方给到的数据呢，预期标准版和 Pro 呢从10%到80%要耗电21分钟，预期 Max 呢10%到80%是耗电12分钟。这个到时候我们也会实测。预期3款车型呢有什么区别？选购推荐。那预期标准版呢，我认为对于续航敏感且用车场景对于4驱非刚需的用户最推荐。那预期 Pro 呢，就是喜欢户外或者生活在北方地区，你对4驱有需求，但是呢不追求极限的性能，那这个是我最推荐的配置。那至于预驱 Max 呢，那肯定是追求豪华配置、高性能拉满，并且预算也不缺的用户了。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小米预期整个的试驾感受了。那这辆车呢，我们会尽可能在第一时间提到，然后给大家展开后续内容的测试以及分享。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请要点赞、评论、投币、转发点一下关注，并且对于这辆车大家还有任何的疑问、感兴趣的地方，也可以留言，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下期视频见，祝我好运，拜拜。